为什么北极熊比棕熊体型大，却依旧惧怕棕熊？原因竟是这样。说起生活在北极的动物，相信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都是北极熊。它们浑身雪白，是自然界中体型最大的熊类。按理来说，体型如此庞大，北极熊应该可以稳坐熊中第一宝座的位置。倒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北极熊与棕熊的战斗记录中，一大部分都是以北极熊的逃跑而结尾。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北极熊打不过棕熊吗？事实上，北极熊和棕熊并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打斗，它们之间的纷争往往只存在于争夺食物时的互相吼叫，来对彼此造成威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次也都是以北极熊的退步为结束。可是为什么北极熊拥有着体型上的优势，依旧不愿意向棕熊开战呢？其实这是因为北极熊与棕熊的生活方式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在晚夏和初秋时最容易发生争夺食物的事情，而这个季节的北极熊所需要的能量并不多，所以它们对食物的需求并不是很强。但是这个季节的棕熊需要通过摄入大量的食物来维持自己即将到来的冬眠，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吃到更多的食物。所以北极熊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为了一口吃的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与棕熊的对峙中，它们才会多次选择退让。除此之外，北极熊属于肉食动物，而棕熊属于杂食动物。如果在斗争中受伤，会大大影响北极熊的狩猎能力，而棕熊还可以通过其他食物来维持自己的能量所需。因此，北极熊所顾虑的问题会更多一些，就更不会主动对棕熊发起进攻了。那么，如果北极熊和棕熊打起来了，谁的实力才能更胜一筹呢？从体型上来看，北极熊作为熊类一哥，有着很大的优势，而棕熊的种类非常多，不同种类的体型也都各不相同。以体型最大的科迪亚克棕熊来说，它们的体型依旧与北极熊有着一定的差距，所以北极熊在体型上完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动物之间的比拼一定离不开它们的战斗方式。对于北极熊来说，在它们生活的地方只能以海洋动物为主要食物，而且很少受到人类的侵扰，让它们的性格非常平和，并不像其他动物一样喜欢争斗。而棕熊却与它们完全相反，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日常所需，棕熊会拼尽全力与其他动物争夺食物，所以可以说棕熊的性格更加凶猛一些。在其他硬件上，同属于熊科动物的棕熊和北极熊的差距并不算大，而且棕熊凶猛的性格弥补了它们体型上的劣势。一旦打起来，它们不怕输的劲头一定可以让它们占到上风。但是如果北极熊不惧怕受伤，相信在这场斗争中，棕熊一定不会是它的对手。在对北极熊的研究中，发现过不少棕熊猎杀小北极熊的事件，这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在相关人员对北极熊化石的研究中发现，北极熊与棕熊的 DNA 有着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北极熊的祖先很可能也是棕熊，只不过在不断的进化中，它们成为了两个不同的种类。更神奇的是，虽然北极熊和棕熊不属于同一个物种，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存在着生殖隔离，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有过杂交的现象出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熊的活动范围扩大，让它们与棕熊的交集变得更多，从而会产生更多的交配现象。而棕熊杀死小北极熊的行为，也是为了能够刺激北极熊发情，与之成功交配。但是这种交配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在不断的杂交中将两种动物融合为一种生物，也就意味着以后很可能再也不会有北极熊的存在。说到底，北极熊的生存问题还是被气候变暖深深影响着。目前现存的北极熊数量仅剩2万多只，为了能够让北极的生物长久的生存下去，我们应该重视起对环境的保护问题，从平时的小事开始，做到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保护环境不仅仅是对自然界中的动物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